你最爱的那一点，往往也是你最痛的地方。有没有一刻，你突然发现，你最爱的那个人，最初吸引你的那个点，到最后却变成了你关系中最抓狂、最痛苦的根源？这不是偶然，而是一种规律，一种被我们忽视却又反复上演的情感真相。你爱上的那一面，最终也会成为你受伤的地方。你爱的那个特质是你痛苦的起点。很多人谈恋爱的时候会说，我就喜欢他那种沉稳、安静、不多话的气质。可当真正进入亲密关系，你会发现，他不吵架，但也不沟通；他不情绪化，但也不表达爱；他看起来很冷静，但关键时刻总是逃避问题。你以为你爱上了他的克制，可你没想到，你也会被他的回避逼疯。这不是个案，而是通病。有些女生迷恋那种爹系、主见强、有掌控力的男人，一开始觉得被引导、被保护，好有安全感。可在一起久了，就发现自己几乎没有话语权。他的主见变成了专断，他的保护变成了压制，你甚至都分不清这段感情到底是爱还是被管理。还有些人爱自由，爱洒脱，觉得对方生活有趣，不拘一格。可真正走进亲密之后才发现，对方洒脱变成了懒散，随性变成了不负责任，迟到，说话不算数，对承诺模糊。你开始生气、指责、纠缠，甚至试图改造他。但我们总是忘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，你今天所痛的点，就是你当初所爱的那一面。关系的折磨，从你对完整人性的割裂开始。心理学上有句话，你越不允许自己拥有某个特质，就越容易被拥有这个特质的人所吸引。你越是严谨自律，就越被随性的人吸引；你越是克制有礼，就越被放肆直接的人吸引；你越压抑情绪，就越容易对情绪外露的人动心。因为这不是爱情那么简单，这是内心深处补偿性吸引的机制在运作。我们以为我们在挑人，其实我们是在找回自己被遗忘的那一部分。你从小被教导要听话懂事，于是你成为了一个循规蹈矩的人。你努力压抑自己的冲动，控制情绪，凡事谨慎。久而久之，你失去了活力、轻松、自由。于是当你遇到一个不设限、不守规则、天马行空的人时，你本能地被吸引了。他身上有你不能成为的那一面，但也正是你渴望成为的那一面。于是你爱上了他。爱他，某种意义上是在爱你自己失去的部分。但这段爱越走越深，你就越会开始恨他，因为他活得太自由，而你活得太压抑。你开始质疑，为什么只有他能为所欲为，而你只能负重前行。你不知道这是一面镜子，他只是把你压抑的那部分照了出来。你恨的不是他，你恨的是你无法允许自己活出那样的方式。你越想改变他，其实是越想纠正你自己压抑的冲动。你越想他变得乖好、沟通、自律、主动，本质上是你希望自己也能拥有这些特质，而又做不到。这就是为什么越亲密的关系越容易让我们痛苦，因为它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我们的不完整。关系为什么会把彼此推向极端？很多人说，我们刚开始没那么不合适啊，为什么相处几年就越来越走极端？其实关系有一个很奇妙的对立补偿机制，一个人越使劲，另一个人就越放松；一个人越付出，另一个人就越索取；一个人越讲理，另一个人就越情绪化。比如我曾经的感情经历中，我越是努力扮演一个听话、懂事、完美的女友，越是不敢表达自己的需求，对方就越随心所欲，越无视规则。仿佛我越乖，他就越野；我越是承担责任，越压抑想休息的欲望，
他就越理直气壮地躺平，什么都不管。久而久之，我越来越像个妈妈，而他越来越像个叛逆少年。这不是偶然，这是关系的能量失衡导致的角色互补。当你极端地压抑了某种特质，关系就会自动分配给对方。你越是不活出来，对方就越活得更彻底。所以你会发现，那些乖乖女常常爱上浪子，控制狂容易被自由风吸引，过度共情者总爱上自我中心者。这不是巧合，这是潜意识的修复之旅。4. 破局之道。你要学会看见自己，允许自己。你会反复遇到某种类型的人，不是因为你眼光差，也不是因为他们变了，而是你始终没有看见自己，接纳自己。关系的真相是，爱是召唤你成为一个完整的人。你爱上的人，替你活出了你不敢活出的那一面。你在他身上看到你渴望但被压抑的部分。他越自由，你越被束缚；他越随性，你越焦虑。你不是想改变的，你是想让自己能不用那么好，也能被爱。所以真正的成长不是让他变乖，而是你自己开始尝试去整合对立面。你可以允许自己有时候也随意一点，允许自己偶尔不努力，允许自己放下控制，允许自己软弱、冲动、情绪化，甚至逃避。当你慢慢整合自己，奇妙的事会发生，关系里的失衡开始被打破，它不再那么极端，你也不再那么辛苦，你们不再互为对立，而开始走向平衡。5. 最深的爱是允许人性完整。我很喜欢一句话，恋人因不同而走到一起，又因不同而痛苦，而真正的成长是把你认为的好与坏整合在一起。我们总以为恋爱是为了幸福和快乐，但其实爱情更深的意义是让你看到自己的裂缝，让你走向完整。所以当你下次又被对方的某个行为刺痛时，请别急着抱怨，别急着改变他，先停下来问自己一句话，是不是其实我也想这样？是不是其实我也想活得轻松一点，自在一点，不那么用力？你敢不敢允许自己拥有这一面？你敢不敢不完美，却依然值得被爱？如果你敢，那一刻起，你不再只是一个需要被爱的人，你开始成为一个能爱自己完整性的人。愿你在关系中不再害怕冲突，不再恐惧痛苦，因为那些痛苦只是你尚未接纳的自己向你发出的召唤。爱的那一点也可能是你最痛的那一点，不是你选错了人，而是你还没看见自己。真正的亲密是允许人性的完整，放下分别心，人生才有圆满。好了，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谢谢。欢迎订阅、点赞、留言，再见。